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就在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快速上行到38000点以上，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看到道指目前处在第二轮上涨西游啊。注意看啊，这里的时间级别是周线级别。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已经走出的是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那么本周行情38000点建立之后，处于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对于道指来说，这轮牛市有唐僧阳线突破4万点大关的预期，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琼斯工业指数坚定上行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在今天又创出了新低。与此同时呢，比特币在箱体结构反复试探低点40500这条下边线之后，在今天早盘的时间点，我们看到跌破了箱体下边线。我们这周行情就反复提示啊，比特币在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在日线级别及4小时级别上存在4次的等位置波谷。4次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容易创出新低。同时，前面行情快速上涨拉升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段筹码空缺区在40500到37500点附近。同时呢，37500点这个位置存在筹码密集带，因此呢，本轮快速调整的目标位正是37500。但由于目前在更大的时间级别上，在周线级别上是一个上涨趋势。我们在23年年初就看到了这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仅其次，我们看到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在6月份开始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行情是干扰性 K 线。干扰性 K 线之后，在10月份行情当中，这个悟空阳线重新复活，上方走出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然后23年12月份，我们看到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出现，那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这是第三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啊，有这个上涨的预期。但同时，我们看到震荡过程当中，悟空阳线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出现巨大阴线，围绕这个巨大阴线反复调整，形成收敛三角形。由于美国 SEC 通过 ETF 之后假突破，然后快速学习。那么目前为止，第三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宣告结束，被空头斩杀掉了。那么这轮调整，我们是认为是在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做出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位于1月12日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同时这个位置上在箱体内部存在八戒阴线组。那么在昨天行情当中出现了沙僧阴线，再往下走就是唐僧阴线。虽然有如此巨大的调整，我们看啊，目前调整从高点48969点到目前的低点39500附近啊，是已经调整了20%，但是下方仍然有空间，有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同时，我们认为下方的支撑在哪儿呢？很多人认为支撑位在筹码密集区，这是一个支撑位啊，37500这是一个支撑位。同时呢，我们看到下方日线级别均线系统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正在不断上行，正在与当前下跌的 K 线汇合啊。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均线系统和筹码密集区构成未来调整的一个目标位。那么 K 线西游战法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特点，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完成日线级别啊，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做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那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调整之后，我们看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行情。那么在反弹行情当中有这样的规律啊，就是反弹的时间级别容易逐渐放大。例如美股行情在这轮的下跌和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就做出了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逐渐成长成周线级别的反转，最终由下跌啊发动了反弹，发动了反转，发动了突破，最终导致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在最近的4个月当中做出了一个牛市的反转行情。那么比特币的趋势，我也认为会走出类似的结构。
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做日线级别调整，日线级别调整汇合144均线、169均线之后，将有可能做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最终可能会导致日线级别的反弹，最终的日线级别反弹会引发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么除了 ETF 通过之后有抛压之外，市场上更多的利好在行情当中酝酿这里面包括巴以冲突世界局部战争的因素，包括比特币减产的因素，包括目前比特币周线级别上涨趋势的因素。因此呢，大时间周期比特币的长线牛市没有改变，目前仅仅是因为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符合我们 K 线吸油战法规律的一个调整正在进行。同时呢，市场当中也有很多利空这些利空我们认为牛市当中不缺利空，熊市当中不缺利好，因此呢，这些利空仅仅是干扰我们持有筹码的一些妖怪消息为什么说叫妖怪消息呢？因为我们 K 线吸油战法当中分成4个人物：悟空、八戒、沙僧、唐僧，但这些主要人物背后都存在技术面上的妖怪，干扰了我们对多空的判断。那么消息面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大的趋势是利好，但是消息面上仍然存在抛压的利空，那这些利空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判断因此呢，我们 K 线吸油战法当中管这些不好的消息，干扰我们对趋势判断的消息叫妖怪消息。然后本轮行情有一大特点，就是 BNB 作为一个主要的币种，目前处在一个相对于比特币的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 BNB 相对于比特币已经站稳200日均线，并且在比特币如此暴跌的行情当中，依然坚定站在200日均线上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BNB 相对比特币走出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出了悟空阳线，并且连续多周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那么回到 BNB 对标 USDT 的交易对上我们看到 BNB 相对于 USDT 也是非常坚挺，在周线级别上仍然踩在周线级别169均线附近，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BNB 目前并没有跌破行情震荡过程当中的箱体，当前的结构是一个收敛下跌的三角形，在近焦点附近这个位置，近焦点是一个容易发生突破的位置，发动了突破。在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并且目前的干扰性 K 线也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干扰性 K 线结束之后，上方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存在悟空阳线，上方是有八戒、沙僧、唐僧阳线一个预期的。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 BNB 从691高点21年5月份一直调整到23年11月份算调整结束，长达2年多的调整基本上已经非常完整，并且呢，目前它的价格是落后于比特币的，因此呢，虽然比特币在下跌 ，BNB 在坚守，但是 BNB 有一个非常大的上涨预期和补涨的预期。我们昨天提到的一个币种是 UMA 这是 UMA 是当前非常热点的币种。我们昨天分析的是它有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那么今天行情当中走出沙僧阳线。到达高点$7附近然后有一定回踩，那么上方是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同时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调整过程，在4小时级别和小时线级别上都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没有经历过度的调整，我们看到快速震荡几下就形成了一个高点那么这个高点出现之后，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认为它有继续上行的一个可能性。因此呢，对于这种热点币种，特别是在比特币下跌的过程当中，仍然处于拉升状态的币种，应该给予重点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